你今天好吗？欢迎收看疗愈编织，我是君。谢谢你们的订阅和观看，突破100订阅，对新手的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无论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真的很谢谢你们。所以我想用这个包包来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次不用钩针。首先，你可以和我一样，找个舒适的地方，放一个软垫坐在上面，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悠闲的编织。唯一的困扰是小狗可能会打扰我们的编织，所以我只好也让它入镜。这次呢，我们要用这款线，这款叫做糖果线，它足足有500公克重，然后有17米的长度。那今天我们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咯。今天我们就用双手，不用钩针咯。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编织咯。我们呢，先把包装拆掉。我的小狗好像很喜欢这款线，其实用这款线呢，也可以编织小狗它的睡垫。好，我们将包装纸拆开来。那由于镜头的关系，你看到我的标签会是相反的字。嗨，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糖果线。好，那我先把这个包装拆开来。好，我把包装拆开来。那它的线头呢？我们看一下，旁边有线头，然后中间也有线头。那我们使用中间的这个线头，会是比较好编织的，抽线也比较容易。好，那我们把旁边的线再放回去，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编织了。那首先呢，我们在线头的前端要先做一些处理。我们先拿剪刀，先在前端的部分呢，我们将里面的棉抽出来，抽一段出来。那究竟要多长呢？我是用大概1根手指的长度，这样子的长度来抽纱。我先把1个手指长的长度的里面的棉絮呢，我先用剪刀把它剪断。好，我们把它剪断之后呢，把外头的布条线呢，再把它包覆回去。那你有几个方式可以处理这个线头？你可以呢，将布头前方的位置呢，像我这样做一个反折，然后用长针缝把它缝起来，做一个缝合。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可以将里面的棉絮剪得更长，然后再打一个结。当然，你也可以不做任何的处理，像我这样。那我是打算就这样子，因为在里边的部分，我们可以直接做长线。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呢，我们先打一个活结。好，我们把这个耳抽出来。那你要注意，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我们先把它稍微摆正。那我们会把活结当作是一针。那它的长度大概是我们大拇指的长度就可以了。所以刚才那会是我们的第1个锁针，这个是第2个锁针。
我们一边勾的过程呢，我们稍微把线头整理一下。那你抽出来的线，我们尽量把它的缝线的部分呢是向下，它布条线缝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尽量是把它朝下，这样子我们的编织包呢就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线头。你可以像我一样稍微把它扭一下，好让我们上边部分呢看起来都是比较光滑的这个部分。1、2、3、4，这是第5针。那我们后边的线头也稍微整理一下。整理的线的方式可以像我一样，稍微旋转一下。每次编织一小段的时候，你就要整理一下线，让它这样旋转一下。旋转好了，会比较方便你继续编织。在我们后边的编织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做这个旋转的动作。1、2、3、4、5、6，我们编织6个锁针。好啦，就像我的薄荷绿的包包一样，我编织6个锁针。那你注意到，我们尽量把车缝的部分线头是留在下方。那这里呢，我们要开始当作是我们的第1针。那我的第1针的部分呢，我会做个记号扣。2、3、4、5、6，好，第6针这个部分呢，那我们都是它的长度大概跟我们大拇指一样长就可以了。那你可以任意呢拿一条线呢，或者是你的发带也可以，你当做记号扣。这样子我们每次回到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它是第1针。那我开始我的第2针，我都用我的手把它抽出来，在每一个锁针的位置，它 V 字的这个部分，同一边呢，你会看到线头的位置。好，那我们第3针一样，在 V 字的一端把它抽出来。今天我们的双手啊，就是我们的钩针。你尽量把它拉得一样长。好，这是第4针。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整理一下我们的线。这是第5针。那每次拉出来，尽量我们把车缝的部分、布条线车缝的部分呢，放在后方。好，那这是我们的第6针。我们一样把它抽出来。起始的线头啊，我留的有一点短，其实你可以留得更长一点。好，我们总共编织了6针，线头一样呢，做一下整理，把它像我这样子旋转。我在后边的影片呢，会一直做这样的旋转，但是我不会让它入镜咯。就
就这样整理，这样我们的线会非常的容易勾，非常的容易编织。好，这是这边。好，那我们开始了另外一边，你将线绕过下方，我们开始另外一边 V 字形的编织。另外一边，好，这是第七个耳，我们的线会是在线头的下方。这是第八个耳，我们可以让它整整齐齐的对齐。这是第9个耳，第10个耳，11、12，我们总共要编织12个耳，这样就完成我们 V 字形锁针里头6个锁针里头，我们要编织12个耳。编织完一圈之后呢，我们可以先稍微整理一下每一个耳，我们确定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大概是我们一个拇指的高度。这是它背面的样子。好，那我们把线头的部分呢，先做一个长线，这样子对于等一下我们的编织会更顺畅。你可以从其中的一个耳、一个针目，其中的一个针目穿过去，这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再从其他的另外一个针目穿过去，很简单的做一个长线的动作。好，我们把线头稍微长一下，我们回到第2排的编织。第1排是16个针目，这是第2排。第2排我们把记号扣拿下来之后呢，一样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的，拉出一个耳，跟我们的大拇指差不多的高度。不要忘了，我们再把记号扣锁上去。好，我们接着来编第2个耳，第2排的第2个耳，同样的方法。整理一下我们的线，那我们就拉出第3个耳，第4个耳，4个耳，再来是第5个耳，第6、第7、这是第8个耳，第9个，第10个，我们拉一下，第11个耳，第12个耳。我们第2排的部分呢，就编织完毕了。我们这样的编织总共要编织6排。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第3排的编织。我刚才已经完成了一个耳，第1个耳，这是第2个耳，第3排的第2个耳，第3个耳，第4、第5、
第6、第7、第8、第9、10。编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复的，好像把线整理好之后，再拉出这个耳。好，我们这样就完成了第3排的12个耳的编织。接着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往外翻。是的，我们刚才那是里程的部分。这个上针的图案呢，我们把它当做里程。那我们要露出 V 字形的，很像下针、棒针的下针的这一面，我们要当做外边。如果你不喜欢用 V 字形当做外边，其实你也可以维持原本的那个像棒针上针的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当做外边，这是你自己可以自行选择的。但是我今天想要编织这个呢，是跟我的绿色薄荷包、薄荷色的这个包、绿薄荷的包一样的，我是要把 V 字的这个很像棒针编织的下针当做是外边。所以你可以在做好第3层的编织之后呢，你可以将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线头。由于这个线呢，糖果线是比较厚的线，所以整理起来呢，要花一些时间。接着我们就开始第4排的编织。一样，我们把第1个耳抽出来之后呢，我们会把记号扣再重新的结上去。那编织方法一样，我们用拇指跟食指把里边的这条长线呢，比较长的这个线呢，我们要把它拉出来。这时候呢，我们一样把缝线的部分，把布条线它有缝线的部分呢，是朝着里边的，跟刚才是不一样的。稍微拉一下。那我们接下来是编织第4排的第3个耳，同样的方式。我会用快转的方式，让你看到我第4排的编织。每个编织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边拉出耳的同时，也稍微整理一下，它就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V 字形。我们这样的编织，我们要完成6排。总共有6排。这次我编织的稍微紧一点，所以是6排。如果呢你喜欢松一点的感觉的话，像我的绿色薄荷包啊，是编织5排，这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当我编织完第6排的时候呢，我将线头穿入第1个做记号扣的耳里头。你要注意我穿入的方向，我从后边呢往前穿入这12个耳中。我们将线头一一的穿入这12个耳中。
好，我们逐一的穿入12个耳之后呢，我们要再把线头整理一下，把它完全的拉出来。我们一边拉的时候，同时一边做一下整理，慢慢的把线完全的拉出来。当我们把线从12个耳中完全拉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第一针记号扣的位置，我们再将线头穿入第一个记号扣的耳当中，我们做一个回穿。穿入第一个耳之后呢，我们要数一下2、4，间隔4个耳之后呢，我们再穿入2个耳。这2个耳会是从记号扣开始数过来的第6个跟第7个耳，我们再做一个回穿，并且留下一定的长度。这个长度啊，可以依照你喜欢的长度去调整。那以这整卷线来讲，我绿色的薄荷包呢，两边是各留50公分。好，那我们接着呢，穿入了第6、7个孔之后，我们再回穿到第12个第12孔，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编织。剩下的部分呢，你要把这个线尾的部分呢给剪掉。剪掉的方式跟我们刚才一样，我们同样是把棉絮呢拉长到一个食指的长度，剪掉，然后再做长线，它就会是像我们这样子一个薄荷包的形式。这个薄荷包啊的这样子的一个背带呢，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那你可以把它拉长，拉长之后呢，也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做侧背。你既可以就是背在肩上，也可以做侧背的。这是第一种方法。那我现在呢，想要再教你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的编织方法呢，是蛮多比较年轻的孩子喜欢的编织方法。那我们就是回到原本还没有穿回去针孔的位置，我们将线头呢全部的穿入12个孔之后呢，我们回到了第一个做记号扣的这个针孔的位置呢，我们不做回穿，我们呢要从这个耳这个针孔下方的位置呢，我们从里面呢往外，从里边的位置往外穿回来。请你记住哦，这跟刚才的穿法是不一样的。拉出一个耳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拉出一个耳，我们要做一个锁针的形式。我们用锁针形成它的包带。这是第三个耳，第4个耳。那我们这样子编织呢，同时稍微把布条线车缝的部分藏在下方，我们把它做一个编织，直到整个线编织完。如果你喜欢长一点的包带的话，那么刚才你的包身呢就可以编5排就好了。好，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编织。我总共做了9个锁针，9个锁针。那我们会间隔5个针孔，在第7个针孔的位置呢，我们由外往里头
穿入第7个针孔的位置，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线头穿入我们最后的一个针孔，然后一样，你把棉絮呢剪掉1个手指的长度，然后再做长线。那我现在不做长线的动作，因为等一下我要问我的小女儿，她究竟是喜欢哪一种包带。等一下她放学12点的时候，我会去接她，问她喜欢哪一种包带。在剪片的这2个星期里面，粉丝数来到了200，所以呢，我又多编织了2个包，来谢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相同的编织方法，你可以有4种选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包包我们用6个锁针当做起针，然后编织6排，所以它的提带会比较短一点，我们可以做手提包。这个包包用6个锁针起针编织5排，那它的提带呢，可以拉成2条变成单肩背，或者拉成1条做成斜肩背。这个包包也是用6个锁针起针编织5排，它的提带比较长一点，所以你也可以做肩背带。最后这个包包呢，我是用7个锁针编织5排，它呢可以用单肩背，也可以斜肩背。这4种包包你喜欢哪一种呢？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糖果包，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让我们在这趟疗愈编织中与自己来趟美丽的邂逅。请持续的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按赞分享，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